中俄在这个地方联合军演，2024年就开始有。那中国的海警船就进到这个区域里面，对美国来讲非同小可，因为美国最近就是阿拉斯加，可阿拉斯加离格陵兰、北冰洋还有一段距离，比较近的国家像加拿大、冰岛。还有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跟俄罗斯匹敌嘛，所以美国如果不介入的话，这个地方未来应该会被俄罗斯支配，或者是被这个中俄支配。那这个是美国非常害怕看到，非常膈应，所以他一定要在战略上把这个地方给占下。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地缘的焦点，就是在格陵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格陵兰特使叫做 Landry， 那他之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后来被川普任命是格陵兰特使。1月16号，他透露，他计划在3月要访问格陵兰。他说呢，我相信一旦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双方应该也必须将会达成协议。所以外界也在研判，这会不会是一个预告的 timing， 是一个 deadline 呢？那这个礼拜也看到丹麦的外长和格陵兰的外长两人就纷纷表示说，1月14号他们曾经拜访白宫，会谈的结果却陷入破局。而丹麦另一方面呢，也联合了瑞典、挪威、德国、法国、加拿大跟荷兰，总共有7个国家在格陵兰岛还有周边展开军事部署，协助丹麦进行一场军演。这场军演的名称叫做北极耐力。虽然说这次大多数的国家都只派出小规模的侦察先遣队规模不算太大，但是后续呢也表示说还会调派战机还有军舰来进行相关的部署。好，那当然对于这个丹麦也好，甚至是包括主角格陵兰川普也是不止一次的讽刺他说丹麦没有能力保卫格陵兰免于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威胁，他还不是说美国，他说中俄的威胁你们都保护不了了 ，OK， 只能够呢派狗拉雪橇说出这样的话，当然这是一次这个非常讽刺的话语现在这个 Landry 他暗示说他3月要去会是一个川普打算要拿下格陵兰的一个时间点吗？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现在看到这个问题你真的会觉得挺难过，甚至觉得很错乱。你就是发现北约要应付的这个敌人，可能不仅仅是俄罗斯而已连美国现在也变成他一个非常自己的盟友，而且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创始会员国跟最重要的这个北约运作这样的基础，美国居然会变成北约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跟想象的事情。你说这个冰岛到底有什么跟这格陵兰到底有什么重要这个战略地位其实说真的川普是说这个他会遭到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威胁，但其实你如果从今天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2个国家能够在这个区域部署的这个军力来说的话，基本上大概都不会是北约的对手。所以就是说，其实以格陵兰来讲，它的安全性大概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这个川普他可能长久以来对格陵兰的2个偏执，一个是他认为这个格陵兰其实后面也会提到，它有那个里面有相当多的这个稀土资源，那是其一是不是？你能够控制格陵兰，就能够可能控制西半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稀土来源。其二，可能就是这个过去美国跟加拿大他们这2个国家的对这个所谓的西北航路念兹在兹的那种某种执念认为说这个西北航路一定要能够开通，如果能够开通的话，那现在加拿大至少不在我的手。虽然说从这个川普的角度来说，加拿大也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格陵兰呢更是要这个通通这个52州这个纳到这个我美国的这个北美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统治之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说今天北约他今天派出了这些军力这个北极耐力军演派到这个格陵兰这些部队，其实你后来看到这个数量，真是看到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通常我们讲这个军队演习至少比如说你应该是要派出一个所谓的如果说今天你要模拟做演练，你要做这个实兵的这个验证的话，至少你好歹也要派个这个排级或甚至于连级的部队来进行这样的验证。结果这次这个参加这个北约这个演习的这些各个国家派去的这些部队每个国家2个3个2个3个2个3个，那你是真的很认真在演习吗？所以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今天如果说那个美国的这个格陵兰特使也说过，他说因为他希望3月能够访问格陵兰，然后希望在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得到一个解决。但是我个人认为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些格陵兰自己本身的公民的意愿，他本身也是偏向就是说还是要留在这个这个丹麦里面。然后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美国演变说对自己这个在外最倚重的这样一个军事组织，然后发动
军事行动的话，那这是不是就是说，这到底是要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大家是要联合起来对抗他呢，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川普如果真的要有心想要解决格陵兰的问题，他其实应该要很认真的仿照这种所谓的夏威夷模式。什么夏威夷模式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以为夏威夷是这个观光这个风行的这样一个岛屿，但其实夏威夷古时候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王国。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夏威夷其实那时候还不是美国的这个州哦，它那时候本身其实在这个时候后来为什么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军民移到夏威夷岛上越来越多，最后人数比土著多了，然后等到人数比土著就原先夏威夷的原住民多的时候，对不对？大家起来投票，我们要不要支持加入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就变成说后来的人比这个原先的原住民多，就投票就成功了。所以你知道，你今天如果去夏威夷，你还可以看到夏威夷王室的后裔，然后一直字念的想要把美国人赶出去，也不奇怪。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你川普，如果你真的起心动念，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其实要花点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你这个任期。而且如果说你其实因为从二战为止，甚至你说一战、二战，格陵兰的确对美国对于到欧洲的这个军事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二战时期那个美军那个派去轰炸德国这个第8航空军，从美国本土飞到英国的时候，全部是要经过格陵兰中转的。对，当然你说现在这个军事力量这个飞机的航程等等，跟二战时期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所以可能没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代表就是说，美国在传统的安全执念上，格陵兰有其重要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弄过来，我必须说了，你要么你就要和平的运用到思考，运用到这个夏威夷模式。但是当然最麻烦的是，川普这个人很喜欢立竿见影，认为我这个4年对吧，我就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这个说法提出来，我就一定要兑现。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他真的这么强推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甚至于有可能会引发北约内部非常大的激荡或甚至于可能会造成北约某种程度的这个分裂。所以应该是来软的夏威夷模式可以参考因为这个坦白讲，刚刚你也点到重点了，丹麦联合其他的国家，其实讲难听一点就是做样子而已。你提到了一个重点我就来大家看就是说为什么川普一直强调说格陵兰对美国来讲是国家安全的利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说如果被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万一侵略的话呢，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讲呢，就有安全上的疑虑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格陵兰在这边，我们从这个整个地球的地图上面来看美国在这边把这个地球仪转一个方向，你就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丹麦在这边，格陵兰在这边，那美国在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安全性的话呢，根据之前曾经也有这个军事专家认为说呢，如果是假设是真的是飞弹攻击的话，从俄罗斯甚至这个地方是朝鲜、北韩，如果是真的发射像弹道飞弹的话呢，从丹麦这个地方来，马上经过北冰洋这个北方的航道呢，可以打到美国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格陵兰在这个北极海、太平洋、北冰洋这几个海域当中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地位。航道如果被人辖制住的话，那恐怕对于经济上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好，那但是呢，川普17号他也再度的强调，他说美国就是因为国安的考量，迫切需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他也警告说呢，在格陵兰的议题上，到时候不配合的国家不排除会加征极重的关税。英国的《卫报》甚至也报道说，川普这个概念说拿下格陵兰的概念是从何而来的？他们的报道说呢，是来自于川普一位已经有60年交情的好朋友，这是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集团的名誉董事长罗纳德·劳德的建议。好，所以综合以上的资讯来看马老师，看来也是时间的问题，非拿下格陵兰不可了。对。其实格陵兰这个问题会这么凸显，主要是跟全球暖化有关系。那因为全球暖化，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等于是通说的意见是认为，在2030年整个夏天的时间，在这个北冰洋会没有碎冰。那过去因为在比较冷的时候，这个水上面还漂浮一些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变航道。可是现在感觉2030就再急了，在4年之后，它其实马上是可以高度运用的一个海域。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航道非常重要，因为从宁波到这个阿姆斯特丹，如果你走苏伊士运河要30天的时间，可是如果你从北冰洋，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船在走了，土耳其有一艘船已经跑过一次，只要18天的时间。换句话说，你的航运成本时间就省了45%。那这个全世界都兵家必争嘛，你不要说有战争，你光是航道这个利益就非常的大，而且你假设可以有
有4到6个月可以运用的话，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潜力无可限量。那所以川普我觉得看中这个，但是北冰洋这几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中俄在这个地方联合军演，2024年就开始有，那中国的海警船就进到这个区域里面，那这个对美国来讲非同小可，因为美国最近就是阿拉斯加，可阿拉斯加离格陵兰、北冰洋还有一段距离，比较近的国家像加拿大、冰岛。还有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跟俄罗斯匹敌嘛，所以美国如果不介入的话，这个地方未来应该会被俄罗斯支配，或者是被这个中俄支配。那这个是美国非常害怕看到，所以他一定要在战略上把这个地方给占下来。可是我也觉得非常好奇，因为从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这边有驻军，本来在格陵兰上美军就有，现在还有1500个人是属于太空部队的。那当然冷战的时候大概有1万人啦，那现在是缩小。可是我觉得它本来就有基地，其实它只要增加驻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嘛。而且丹麦每一年因为格陵兰是自治，那每一年丹麦要付他5.5亿的这个费用，那其实也不多。其实就美国就跟丹麦谈说，你这笔钱我来付，增加驻军其实是对，然后我增加驻军，然后一起开发稀土，我觉得很容易达成。所以我觉得终局来讲，也许川普并不是要真的武力来进犯格陵兰，但是他拉高这个声量，拉高他的筹码，他为的是应该谈判，但是他更多的支配格陵兰这条路是确定的。这样听起来，其实用军事手段可能可能性并不高哈。但是呢，你可以听到川普讲话就是很狂，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个把格陵兰纳入在美国的管辖范围内。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威胁哈，也引发了西方盟友的强烈反弹，包括刚刚提到的丹麦也好，甚至呢西欧这边有一些国家，还有呢包括了北美的加拿大。最近加拿大总理卡尼呢，为了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1月16号也宣布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啊，就是加拿大将中国大陆制的电动车大幅削减关税，从原先的100%的税率啊，降到只有多少？6.1%耶，并且设定呢，第一年进口上限是49000辆，而中方也承诺对加拿大关键农产品油菜籽的关税从现行的85%降到15%。同时完全取消对油菜籽啊这个100%的惩罚性关税，也就是双方都有交换互利。好，我要问的是穆老师，我们现在看到是说，中加关系因为先前2018年发生的孟晚舟事件啊，一度是非常的紧张，甚至是相敬如宾啊。但现在换了总理了啊，这个之前的那个 Trudeau 真的是不对盘。那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缘故哈？一方面现在透过经济，希望能够创造，就加拿大希望能够创造对美国甚至对川普抗衡的筹码。你怎么看 Carney 的这步棋？不是光美国，主要是川普。主要川普呢，那个加拿大虽然大概人口只有4000万呢，可是加拿大到底是一个国家啊，而且之前跟美国虽然那个怎么讲，国家整体实力差那么多，但觉得我们是友邦，我们是平起平坐那种感觉，被川普羞辱成这个样子。我自己哥哥就加拿大移民，他移民加拿大30几年，我们常常联络，他现在当然也算加拿大人了。对于那个川普这样羞辱他，气得不得了，真的。对，所以那个因此会选出来一个总理。要跟美国某种程度，刚刚讲学术点叫战略自主，我们不要再那么依赖美国，因为加拿大大概70%贸易都是跟美国嘛。那现在又很流行把贸易当作大棒，就是所谓的经济当作武器。对，那怎么样能变成武器？你依赖我就变成武器嘛？你70%贸易都跟我做，这个川普底气这么强，减少对你的依赖，所以他要减少对美国依赖，就是战略才能自主。那跟中国现在大概只有5%的贸易，可是呢？换了人以后，有一个好的机会嘛。之前在这个韩国那个 APEC 会议，不是新的总理 Mark 这个 Carney 已经跟习近平见过面嘛，最近又去拜访。那现在这样谈的话，就表示说，我们可以开始。而他做这个动作哈，我们不只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还要看定量上来看。你刚刚讲那个关税，那个电动车从100降到6点几啊，这表示说这是玩真的，我真的愿意。那但是呢，美国加拿大国内当然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会出来，就像那个产业会讲。但我觉得如果回到你那个电动车这个产业，我觉得不用太担心。美国当然不希望你这个贴牌啊，从中国电动车经过加拿大运到美国来，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那加拿大自己的业者担心中国电动车产业进到加拿大以后，对加拿大业者造成很大冲击，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要看什么战术。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大陆自己发展电动车的过程当中，不是曾经把特斯拉引进到上海来？
就现在看起来是个鲶鱼效应，引进来一个外资进来之后，结果把中国整个电动车产业鲶鱼效应，你知道吗？就大家反正竞争力加强，都做起来了，所以说不定能够把中国电动车引进，因为它现定这个量49000辆嘛，对，也还没有说真的要进来生产嘛，设厂都没有嘛，所以也许会激励加拿大自己本土的这个汽车业者或电动车业者能够更做起来，所以这要看战术，是不是一定对加拿大很大的冲击，这个不一定，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美国、加拿大、中国来讲，加拿大的确从这么靠近美国，开始偏向比较靠近中国，利用中国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跟贸易等等，来跟美国说我要战略自主。所以呢，现在就要看美方怎么样在他们的稀土上面，我们来看它的大战略是什么。因为呢，为了中国对抗这个中国大陆呢，美国稀土开采商啊叫做 Critical Metals， 他们在1月14号发布了格陵兰 Tanbreez 稀土探钻计划的第一批化验结果。那根据他们的检测报告表示呢，总稀土氧化物还有乙的这个品级是介于0.4%到0.47%之间。这个重稀土氧化物的占比啊是26%到27%左右。这显示什么呢？显示这个矿区啊有进一步开发资源的潜力。日本方面呢，也在1月12号派出了采矿船地球号。那到了距东京东南方1900公里的南鸟岛，展开为期1个月的测试作业。预计呢要尝试从6公里深的海床连续抽取富含稀土的泥浆到船上，然后来看看这个纯度如何。然后呢，接下来开发的可能性到底是多高？好，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的大战略呢。那刚才顾老师特别点到了3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开采，一个是提炼，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在后端的这些制成品哈。可是老师刚才特别点到了，您的看法是5年之内这个优势可能很难被打破哈。那我想请教一下马老师，您觉得啊，你怎么看美国的这个稀土大战略，包括它的分工？因为他先前也找了澳洲去合作，但是那个比例上面，还有包括说未来在合作上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美国不是不清楚，怎么看？我觉得就从专利权的角度中国大陆它在稀土方面的这个专利权是26000个嘛，那美国大概9800个，那日本的话大概是13000多，所以这些国家看起来它的这个在稀土开发的能力，就是技术上面其实还是不及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占它的稀土出口的份额占全世界70%。那也就是它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对，那现在就要看美国你到底是商业开发还是战略开发。如果是战略开发的话，你的这个成本就可以不计，那我就随便来，反正我就目的不一样，我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你是商业开发的话，你就要考虑到市场的价格。我认为，因为在市场上有这个独占者，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陆，所以它要成为第2个竞争者，它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我觉得川普他往格陵兰动脑筋，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格陵兰的储量非常高，它占全世界稀土储量10%，这个份额是高的。可是虽然说未来2030北冰洋可能有4到6个月时间没有冰啊，但是反过来想，它可能还是有6到8个月时间是有冰的。那你这稀土要怎么运出来？你在当地开采，这就是非常大的困难。那日本现在说要在这个南鸟岛这附近，其实是水里面啊。大概6000公尺的地方，在海床里面挖，这个成本也很高嘛。而且它在太平洋的将近中间的部分，那你光是这个地方你要工业化，再把它运出去，这成本应该也很高。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真的要合作，我觉得它倒不如跟巴西又离得近，然后不然就是跟澳洲就是它的战略伙伴。我觉得它可能都会比现在找日本去开发海上面跟这个格陵兰要来的实际一点，至少成本比较低啊。那川普也许他的想法是在这个战略安全方面，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偏向商业一点，其实他有别的选择。其实重点就在于说，究竟是从战略安全的考量去想怎么样去开采，怎么样去提炼，还是从商业利益哈？因为这2个真的是不同的。我刚刚马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哈，依照美国先前跟盟友的合作经验，钱一定是盟友自己出啦。所以美国也不用担心，反正呢就大家一起开发稀土，然后呢，但是呢，需要的负担，你看日本自己负担嘛，哈，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要问孝伟兄，你怎么看未来的整个分工的想定计划？你觉得美国蓝图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当然是从刚马兄哈，就马老师就已经讲到，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找他的这些合作战略伙伴，而且他基本上可能是朝向这种所谓的战略性需求，也就是，但是你说要朝这个战略性需求，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还是要有商业规模才行啊，不然的话，如果说今天好，中国大陆开发出了，假设说一个那个稀土矿哈那个假设哈，它今天一个单位成本$5，结果你你美国加上了这个日本，然后再加上这个澳洲或者说整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盟友链开采出来一个同样的东西，价值可能要$50，甚至接近$100。那这个时候，你对他来说今天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不仅仅是只有这种所谓那个价格优势，它其实还有价格优势背后的数量优势。刚刚马老师讲了，中国大陆的稀土占全世界的这个产量70%，并不是代表说今天全世界70%的储量都在中国大陆，而是中国大陆在这过去的20-30年间，对不对？对于整个开采稀土开发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技术，也就是它的精炼技术。因为这些稀土它本身可能就存在在一般的这种矿石里面，但是它的比例很低。但是你如何能够把它从这个比例很低的这个矿石中把它精炼出来，能够作为这样一个商业需求？中国大陆其实在这中，你说它今天这个把这个稀土拿来当做一个战略物资也好，它其实之前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这个川普呢对委内瑞拉发动的军事行动震撼了全球，而川普的演习呢，现在似乎还不止于此啊，因为最近他又语出惊人，他说美国还需要格陵兰的震撼发言，而且呢，不只是需要，这个川普团队甚至放话说可以直接给钱，全民发钱来说服格陵兰人同意加入美国。川普的说法是这样啊，他说不管格陵兰人他们愿不愿意啊，因为呢，如果格陵兰不给美国的话，那么就会被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给占领，所以美国呢不会坐视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格陵兰政府目前回应也很清楚，他说我们不卖也不想当美国人。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有超过80%的格陵兰人不愿变成美国人。而更关键的是呢，这格陵兰不是小国，是丹麦的领土啊，丹麦又是北约的成员。如果川普对格陵兰下手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挑战北约呢？我们来看一下川普对外的手段，最近呢都是一句话，就是呢，不吃胡萝卜呢就给你棒子吃啊。对巴拿马、委内瑞拉是经济加上军事的威胁，那么对加拿大、墨西哥呢是关税胁迫加军事威胁，现在对格陵兰则是呢金钱诱惑再加上军事力量的并吞。最近也听到了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他说，请各国都必须要正视而且严肃的对待川普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那这一次呢，看到他们对于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确实也让全球都看到了川普有些话还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听一听。好，那现在看到是讲到北约这个部分呢，川普跟格陵兰之间，但是又夹着北约啊。我记得上礼拜黄老师我们也特别去提到了委内瑞拉当下被川普的这个三角洲的部队这个进入之后，那么没有想到在2个多小时，这个总统就被逮了，然后呢立刻就送出委内瑞拉的境内。好，那您觉得川普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川普对于格陵兰的这个兴趣啊，在他很早我们就讲说当选以后吧，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而且不是只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作为51州，包括巴拿马运河。那现在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以后，更明显的就是美国本土，另外就是拉丁美洲。对，换句话说，这种扩张型的这种可能的孤立主义确实在成型当中，它基本上跟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同步的。那格陵兰总共只有差不多估计5.7万人。那么对于美军如果要进去接管，它本来就有美军的这个太空基地在里面。如果用抢的，那就用豪夺的方式、直取的方式，事实上也没有，格陵兰基本上没有力量来反抗。那它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动用棒子不可能吧？那不用棒子的话，就用软的啊。利诱，对，又利诱的话，你总共可以花多少钱嘛？5.7万，每个人100万美元，也不过就这些钱。对，也就这些钱。那这些钱，黄仁勋缴的所得税就可以 cover 了。不需要美国政府出钱。
那么，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原则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对北约的同盟国动手啊，那而不是经过协商。对，尤其是宗主国所谓丹麦，不同意的情况之下，当地居民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你不用谈的方式，不用缓和的方式，要采取硬的方式，能不能接受？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可以说直接进入委内瑞拉，已经破坏了很多规则了。对，那甚至是他过去自己倡导的规则。那么现在又对自己的同盟国采取这样子的手段，那它的影响就不只是丹麦，而是整个北约、整个欧洲，甚至所有全世界跟美国号称是同盟国的或是伙伴，都会有影响。北约会坐视不管吗？北约又能怎么样？北约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已经快要束手无策了。是啊，今天如果没有美国在背后顶着撑的，北约没有办法应付俄罗斯。那你现在再加上一个挺你的人要你的地盘你愿不愿意给？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北约、现在的欧盟基本上是被双方挤压。一个是侵略乌克兰。另外一个是自己背后最有实力的盟友要跟你要东西，你给不给？所以它是双重夹击，在美俄之间双重夹击。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目前还在喊话阶段，白宫讲的话太狠几乎没有转圜余地，算不算极限施压？最后是不是这个喊话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他最后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酝酿。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会使得北约国家中间很多不同的意见就会越来越强烈。现在看得到北约的立场蛮坚硬的就是说，当然为了要维护这个格陵兰的主权，包括是丹麦但是会不会最后变成是北约、欧洲这一块就是摸摸鼻子认了那怎么处理格陵兰的问题呢？要看川普在将来几个月，他对这个议题兴趣会维持这么大了因为刚刚Venezuela 这个行动算是先不要讲什么规则好不好？说在美国里面是没有规则的是吧？我没有这样讲啦，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顺利成功的行动，没有美军伤亡，有受伤的人数也不多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新闻说是严重的什么问题了。那么将来几个月，可能川普还是会一直讲这件事情，但是进入5、6月份的时候，他就要把焦点放在其中选举。那虽然我认为目前美国选民对这个议题不是很在乎，我没有很大的意见。不管今天有什么民调说美国人是怎么看，但是真的很在乎这个议题，我觉得是目前不是很在乎。但是他开始跑来跑去，因为川普非常希望做那个现场的造势大会，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到6、7月份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来跑去，做那个每晚上2个小时，他会一直讲话，这方面还是非常厉害。那到时候他会一直讲 Greenland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因为选民不是很在乎这个议题。那你觉得川普不会来硬的，那会来软的？那来软的话呢，他会真的让格陵兰最后变成美国的51州，还是他让格陵兰保有独立自主？可是呢，就是附属于美国。无锡就是不可能。OK， 这是不可能，这个国会肯定是不支持了。就像 Puerto Rico 或关岛，这个还是要给他们特殊的status 跟地位了。但是看起来川普不会放弃，所以即使在将来几个月他一直讲，然后中间时间因为其中选举暂时不讲，那到明年初没有连任的压力，也没有其中选举的压力。那或许如果这将来几个月没有处理好，那到明年初还会开始再次提这件事情。好，现在欧洲的反应我们也来看一下，欧洲这次反应很不一样就是像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就痛批川普说这是新的帝国主义。
德国总统也发话了，这施坦迈尔他用罕见严厉的语气呢，批评美国正在摧毁国际秩序，也呼吁各国不要让世界成为一个强盗窝。大家也想说，欧洲这次不忍了，因为呢，这次真的是把欧洲给惹毛了。这个美国扩张的目的呢，现在瞄准了，就是刚刚讲说，欧洲盟友也被牵扯在内。川普呢，当然也说呢，他话说也得很直，他说我不需要国际法，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自己的思想，真的是狂言。那美国最近内部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极端分裂的情况哈，当然也让格陵兰人看在眼里，就觉得如果有一天成为了美国人，会不会跟他们一样？我们要说的就是 ICE 啊，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不顾地方的反对，他们派人到明尼苏达州啊去扫荡非法移民，结果在一场事件当中就击毙了一名白人女性，那反而呢加大争议。大批的民众要 ICE 滚出去哈，外界更是担心会不会重演之前所发生过的弗洛伊德之死哈。Russ， 我继续请教你啊，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会不了了之，还是？首先要为你刚刚提到法国跟德国，虽然法国总统这次讲话是比较强硬，德国总统也是讲话，也是很少见德国总统会对外交政策这样讲话。但是在德国他是 head of state， 不是 head of government， 对不对？所以他没有首相那么重要了。所以德国总统说什么其实真的是不重要。但是你只有提到欧盟、NATO 北约2个国家而已。那欧盟有27个成员国。北约除了美国之外，一共是32，所以除了美国之外，有31个会员国。那其他的国家为什么都没有说话？为什么都没有为丹麦说话？你就提到2个而已啊！你讲到重点了，其他的欧洲国家闷不吭声，大家现在都在看着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等他们会不会赢起来，会不会真的很为他们的好朋友丹麦？你觉得会出来为他们发声吗？会，我觉得将来越会，但是会不会有实质的动作，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是下礼拜召回他们驻美大使，为了表达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他们敢吗？不知道，好像目前为止真的是不敢有类似的很实质的动作，所以欧盟到底或北约国家到底会做什么？真的，目前真的是一个问号。那明尼苏达的事情呢？这个风波会不会越来越大？会，当然。你觉得会啊？会，对。川普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要看我刚说的，要看他会不会天天讲，会不会或者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先暂时放弃，目前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真的不会，川普政府真的不会放弃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案，用钱的。我相信你提黄仁勋出钱，因为以后改名黄 Land， 你也姓黄，所以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Greenland 可以改成黄 Land。好，所以你应该不用签证了。你认为明尼苏达这一次的这个白人女性被枪杀的事件，这个会越来越严重？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本来也是很多美国人是支持川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这些强硬的动作，也有很多人是反对，尤其是在算是一个蓝色州 Minnesota 算是 Blue State 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尤其是在 Minneapolis 这个大城市算是非常左，选民是非常，尤其之前发生过黑人被枪杀。那另外进入这个杀人案的调查，那已经有非常严重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分裂，因为联邦政府已经说清楚。地方检察官，我们不帮你啊，什么资料啊，我们都不配合了，所以你要对这个联邦执法院进入一个调查，我们帮不了，我们非常反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少见，有州政府跟联邦政府有这么强硬的这个不同意见，所以。从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到，说现在你比如说美国内部它自己有自己非常严重的问题，哈，中央跟地方就是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地方州政府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好，那格陵兰人看在眼里，除了这个格陵兰以外呢，加拿大人也看在眼里啊。现在加拿大也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地缘政治可能会出现一个关键的变化。如果美国把格陵兰拿下来以后啊，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呢会被美国从北极方面呢完全给包围。所以前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大使叫李博，他就警告，
他说，川普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主权当一回事。川普先前就说过，加拿大可以变成美国的第51州。那现在加格陵兰呢？哇，现在52州。当然，这个 Ross 刚才讲说不可能啦。好，那现在加拿大军方也已经讨论要建立40万人的民防部队来因应外来威胁。而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 他即将要访问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也特别令人玩味。好，所以川普把盟友们特别包括北约的也好，现在连加拿大也好，搞的是天怒人怨。那会不会逼使美国的盟友？聂老师觉得找新靠山，然后呢，甚至反正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就有可能转而跟中国大陆这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呢？好，现在美国真的是内忧外患。内忧刚刚讲到的这些使我想到拜登的时候，弗洛伊德事件，现在有米尼苏达这个移民这个妇女这个被枪杀的事件。那我们讲这个外患哈，我们讲外患为什么要这样叫外患呢？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啊，我们人也一样，国家一样，其实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但这个东西这两样东西，这个人都一直在突破它，一个叫法律，一个叫道德。什么叫国际法？是大家定出来的，但是他说我是定义是由我来定的，我说什么是国际法就什么国际法，这完全没有法律基础了。第二个呢，道德观，我相信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讲话都跟道德有关。你不管是法国、德国那些小国，他怎么敢讲呢？他一个帮派里面他有层级之分啊，小弟们他不敢讲话的，他就大哥发声就好。这里面当英国不发声，因为英国也比较特殊啦，他跟美国关系以及他也不是欧盟国嘛，他也脱欧了，甚至欧元都不使用。好，我现在不说这些东西。我要讲的是说，他今天要并格陵兰难不难？太容易了。尽管他有军事在那边，格陵兰不过58000人，这么小的地方，整个台北市只有一个人，他40平方公里里面只有一个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只有5万多人，那么冷，靠近北约，如果地图放大放平的，看起来比美国还大，你知道？当然他没有美国大，只有美国1/4。现在一个重点就是他拿不来，他为什么要拿？稀土嘛，他一上任就看到了，他自己产180万吨，格陵兰50万吨，他早就觊觎他，早就想拿了。当加拿大有80万吨，当加拿大要拿加拿大的理由很多啦，当他能够拿它变成51州，那美国可能更稳了。不管是各种这个理由都有。我现在讲拿下加拿大也不难，你看卡利当时抵抗他的关税多么的抵触，最后是不是也是臣服了？因为美国力量真的很厉害，他就3个霸嘛，霸权十足，霸道行径。霸凌其他的国家，我先讲一下，世界上有一个叫做联合国，联合国做什么？维护各国的主权。刚一直提主权，不管大小国家都要维护，但是唯有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之下，小国才能生存。讲不完谁来维护？以前大家认为这个有军事、有美元来维护都算了，我们就有你美元，有你军事保护。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正义，还有一个东西叫道德。我刚讲到，我跟你讲，正义还有要让人家信任，这个东西这样一下子瓦解了。小国还是不敢说，他要找替代品，就是你讲的，他会不会绕道去找别的地方释出善意呢？不管是小国，甚至欧洲这些国家，他已经对美国已经没有信任了。这时候他是不是要找一个保护的替代品？因为看起来中国就是唯一能够可能未来跟美国抗衡的，不管在军事科技，但是有没有强到这样，我们不知道。就是他要找到未来的替代这个保护的这个护主呢，必须要强而有力的一个基石。所以呢，你必须让这个小国认为长期可靠。目前呢，我们知道世界上你不可能好像说历史从以前就这样，中立是不可行的啦。我们虽然允之绝中，我跟你讲，你互不得罪，最后就会受伤。你一定最后押宝，以前押美国，就会发觉押错了。我跟你讲，未来就会慢慢押过去。就你刚刚讲的这件事件，从这次的跨国这个元首绑架事件，你看到这个人为的黑天鹅会造成全球真的，我们讲小国一定会，只是不敢发，一定会向中国靠齐。但是加拿大。这个欧洲，它有不太一样的肤色和人种，还有它的历史渊源。但是在道德法律之下，我觉得商炮就像二战一样，讲嘛，俄国是跟这其他国家一起打德国的，这个是有机会慢慢靠过去。只要中国一直忍，一直释出善意，一直用其他友邦，不管在军事或者贸易上，尽量做自由贸易或者军事合作，我讲美国就被出局了。这次美国委内瑞拉事情，其实也让大家再次的看到，在国际上的现实就是比谁的拳头大。而且如果刚刚听到那个聂老师的分析确实感觉蛮悲哀的。如果连美国都带头不遵守国际法的话，那其他的国家需要遵守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最近的一番言论到现在还是余波荡漾因为他这个存立危机事态，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发言呢，引爆的这把火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熄灭。本周我们看到了川普他出手了，打电话，而且是主动打给了中日两国的元首。这个三方的领导人在分别通话之后呢，全球政治局势也进入一个深度盘整的局面。那这个时候呢，也看到
因为这几天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到底是谁主动打给谁哈。后来看到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出面证实是川普打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那美中两国元首呢，这个根据贝森特最新的说法，他还说呢，未来1年大家可以期待的是，两国元首呢可能还会有4次的会晤。不过在同一时间也听到了美国前国安顾问 John Bolton， 他这个时候说呢，川普政府当中如果由共和党的孤立主义派占上风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因此抛弃台湾。这说法听起来蛮吓人的。2种不同的看法哈。我们虽然说波顿他是前任的美国政府官员但是不是代表着说美中两国元首见不见面，比起现在这个在竞争的像是土豆泥西土大豆芬太尼，美方还是必须要对台湾问题有一个清楚或者说是最终的表态？罗董觉得，美国在这里，尤其川普总统对于台湾的问题向来不表态，都是保持模糊，因为他的模糊战略加上他的一中政策，这是美国目前对台湾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虽然美国国内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更清楚的表态，就像拜登总统任内，他有很明确的表示说，如果台湾有事，美国一定会全力的反击。这样的一个说法，川普并没有采取相同做法，因为他一直对于拜登的说法他是不认同的。所以在这里呢，讲到高市早苗也是一样，高市早苗在日本的国会面对野田佳彦在野党的领袖咨询的时候，他也说，过去日本对于台湾问题都采模糊战略、模糊的策略，你为什么却说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你这个是不是逾越了你应有的界限？高市早苗他就把他过去所说的话再重新修改了一次，说我其实也是要采取模糊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对，虽然他又引发了旧金山合约这样的一个争议，但是至少在原来的这个发言的问题上，他是做了一些调整。当然，这样的一个调整，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对，但是代表美日对台湾问题，他们都希望参与一个战略模糊的角色。因为美中关系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美中关系的稳定，贝森特强调说，明年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两人要见4次面，一次是川普去访问中国，一次是习近平访问美国，另外一次是 G20， 另外一次是 APEC， 所以4次会议。那美中领袖的定期的会面，这是美中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他为什么强调这个土豆泥呢？是因为美中的贸易关系又是美中关系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个基石可以让两边的这个关系不至于有所松动。有了很好的经贸关系，自然就不会有台湾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可能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也没有必要对表态。当然，对我们台湾人讲，我们希望美国很明确的表态，要保护我们，这是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就川普，他是一个喜欢做大交易、大战略的人来讲，他什么事情不希望讲明，尤其台湾问题上，他特别不愿意讲得特别清楚，这是他一直隐藏在心里话。维持战略模糊就是希望保留一个弹性的空间那但是刚刚讲特别说到4次的美中元首会现在外界也有分析说4次也不要先太乐观的太早因为这4次会不会之后有变数而因此影响呢？不过看一下这4次的美中元首会就是刚才骆老师有提到的，包括了 APEC 就是明年11月，那这次这个明年的 APEC 呢是在深圳举办，还有呢就是呢川普他先前不是讲了吗？在2026的4月。那会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呢，这个习近平也会回访，还有就是 G20。好，那中国大陆国防部因为我们看到整个中美的博弈或者讲说竞争，其实不管从外交上、从经济上、从政治、军事上面都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军事的部分中国大陆国防部最近是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在会中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第2次的工作小组会议，还有年度会晤，18号到20号是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中方的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个会晤呢，主要是要落实两国防长关于加强一线官兵沟通交流的共识，避免误解跟误判，要管控风险危机。好，所以在这个周日发生了这个高市早苗的炸锅言论之后，可是看到了中美双方一线官兵还是可以交流这是一种什么样形式的管控风险？我们怎么解读？吴岳老师，我想都是非常正常的吧。
中日关系的问题固然挑动敏感的神经，但是中日之间关键的问题，最核心的仍然是中美的问题。是因为日本其实它没有单独有能力来行使自卫防御权。如果它没有美国的认可跟美国的支持的话，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如果以目前为止，那川普总统跟习近平既然在10月30号都已经见面了，那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也在11月20号彼此通了电话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什么？美国的防长就是他们叫战争部长赫塞斯，他在10月31号在东协的防长的扩大会议，也跟大陆方面的国防部长董军双边举行会谈，而且赫塞斯说，双方的美中的军事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什么？美中之间不管是最高领导人的层级，还是有关于外交的层级，还是有关于经贸的层级，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还是有关于双方防长的层级，不管是董金跟赫塞斯，还是有关于这一次是属于严格讲副部长的层级。那双方这种保持各式各样沟通管道的畅通，就是想要避免误判，就是想要管控风险，就是避免所任何擦枪走火可能。所以这样做才是正常的吧？可是这个军事的互信啊，刚刚您说这个不管现在是增进这个一线官兵之间的这个交流的互动啊，那但是从几个层面可以继续看后续啊，中美之间彼此的往来。中美之间的往来，大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双方领导人的会谈。我想北京方面大概针对川普总统，大概已经明确做了定性的。美中关系最关键、最敏感的，就是所谓的最高领导人的会晤，跟最高领导人就算不会晤，通电话。对，因为双方的领导人，唯一现在都可以完全的拍板跟定案。就换言之，美国方面不管谁怎么讲，从中方角度都不重要，川普怎么讲最重要的。是，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的话，习近平怎么讲也是最重要。所以美中之间只要高层的管道能够维持畅通，双方在经贸议题，就是我们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双方在有关的国防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赫塞斯跟董军，双方在所谓外交的问题，就是王毅乃至于跟目前美国的国务卿，这只能够保持各式各样对话。美中关系只要维持对话，它就不会失控。美中关系只要能够维持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它就不会有意外跟擦枪走火可能。所以不用特别去看中日关系好像是特别的紧绷，会上纲上线的。只要美中关系维持它良好对话，我相信中日之间来讲的话，不会有大规模的失控问题出现的。确实啊，这个中美两强的都是领导人说了算哈，其他的你说就算是国务卿也好啊，就是外长嘛，那还有就是军方的啊，说了最后拍板定案的还是领导人啊。所以最近也看到日本方面不是有前官员也特别提到说，中日之间的纷争，就习近平的一句话是决定了接下来日本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哈。那你要怎么样处理呢？这个日本最近不是也说了吗？说如果真的走到军事这一个，我们是有能力，他说日本有能力是能够把福建舰给击沉的哈。结果呢，中方现在就最后就开始吵起来了哈，就说那你真的是痴人说梦。说到福建舰，《世界报》有一个最新报道啊，他们认为这个福建舰呢是中国大陆海军的第3艘航母，但是特别强调它是第1艘摆脱了过去成就俄罗斯式设计的潮臼啊，这个是一艘真正的中国国产航母。那中方发言人蒋斌也是语带玄机的说呢，我们是始终根据国家安全还有装备技术发展的需要，推进航母的建设。美国肯塔基大学派特森外交国际商业学院的助理教授叫罗伯特·法利，他则是指出啊，他说如果是讲核动力航母哦，现在看到法国是除了美国以外唯一拥有这个核动力航母的国家，但是法国戴高乐号的2个阿哈法K15反应炉只能够输出300兆瓦的输出功率，这个功率还不到福特号这个核子航母的动力的1半。所以拉回来看科技的部分、技术的部分，核反应炉应该就是核动力航母的技术关卡。所以黄老师啊，从这个您的了解哈，这个核反应炉，而且在一个核子航母的这个动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中方现在接下来就是要发展它的核动力航母啊，它的能力跟它的挑战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
其实这个其实它从核反应炉来看，其实它整个是一个能源嘛。那各种物理学家、各种科学家其实一直都在追寻的是所谓能源的圣杯。我们希望拿到一个 Grail， 那这个能源是可以持续去运作，然后在瞬时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很高的能源转换效率。对。那其实讲核反应炉，我们就先回来科普一下。核反应其实大家都非常理解嘛。其实说白了，它本质上就只有2件事情，要么是核分裂，要么是核融合。核融合。那核融合核分裂技术是目前至少在我们人类可用的技术。那核融合是我们不断在追求的一个技术。那但在这个可控的核分裂之下，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控制得好叫核能，核能反应炉；控制不好就叫核爆，它就爆炸了。那核反应炉这个东西，它本身其实相当单纯，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说，在这个这么巨大的能量，我们就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 E 等于 mc 平方，或者这个能量里面，我们透过这个核反应炉里面对它的中子进行减速，去达到可控的情况下，把这个所谓核产生的大量能量换成我们可控的热能量或者是电能量，这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物理机制过程。那中方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它已经有这个核子发展的能力哈，包括它的核弹，包括现在讲到的接下来要推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在技术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它的一些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时间不够嘛。其实从来不要去怀疑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任何一个科学家，他没有办法去发展出任何的技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去堆叠，其实技术都是可以被更新领先的。所以，而且其实像不论是美国或者中国这种比较大型的国家，他们除了应用面上，他们非常去抓住一些导向之外，他们甚至在基础科学上都不断的去精进与突破。所以你说有什么比较大的瓶颈吗？我觉得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对，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当年冷战时期，大家在比科技进步。那瓶颈或者不是瓶颈，有时候可能只是刻意创造出来的一个烟雾弹罢了。